赵匡胤，字元朗，927年3月21日出生于河南洛阳。赵匡胤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军官家庭，但其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军职为他提供了早期接触军事和政治的机会。赵匡胤的军旅生涯开始于后汉时期，年轻时他在后汉、后周等多个政权中效力，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并因英勇善战而屡获升迁。赵匡胤在后汉效力时表现出色，因而得到重用。随着后汉政权的瓦解，他转而效力于后周。在后周时期，赵匡胤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柴荣，即后周世宗。柴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他励精图治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与强盛。在柴荣的支持和提拔下，赵匡胤迅速崛起，成为后周的重要将领之一。960年，后周的皇帝柴荣去世，年幼的柴宗训继位，朝政混乱，国家形势动荡。赵匡胤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夺取政权的良机，他与心腹谋士商议后，决定发动兵变。同年正月，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了著名的陈桥兵变，将黄袍披在他的身上，拥立他为皇帝。面对这种形势，赵匡胤顺势接受了帝位，建立了北宋王朝，改元建隆，定都开封。赵匡胤登基后，他展开了一系列统一战争。赵匡胤先后平定了南唐、后蜀、南汉和吴越等割据政权，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。在军事上，赵匡胤注重运用谋略和政治手段，避免了无谓的流血和牺牲。他通过联姻、招降纳叛等方式瓦解敌对势力的抵抗。除了军事手段，赵匡胤还通过政治措施巩固了政权。他实行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，以和平的方式解除了一些功勋卓著但可能威胁皇权的将领的兵权。赵匡胤不仅在军事上卓有成就，在内政改革和治国方略上也展现了非凡的才能。首先，赵匡胤恢复和完善了科举制度，鼓励士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，避免了门阀士族垄断官职的弊端。科举制度的完善不仅增强了中央集权，还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，使得平民子弟也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，改变命运。其次，赵匡胤重视农业发展和民生建设，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政策，如减轻赋税、修建水利工程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。此外，赵匡胤提倡文教，支持儒学的发展。他下令修建学校和书院，鼓励读书人讲学著书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。在处理与辽国的关系时，赵匡胤采取了和亲政策，与辽国缔结了和平条约，保证了两国之间的相对稳定。赵匡胤还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了与西夏的紧张关系，使得北宋的边疆得以稳定和发展。赵匡胤晚年逐渐减少了对政务的直接参与，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弟弟赵光义等亲信。然而，他的晚年也伴随着一段神秘的传说，即烛影斧声。据说赵匡胤在病重期间召见了赵光义，并在烛光下低语了些什么，随即在夜晚传出了斧声。此后，赵匡胤病逝，赵光义继位，成为宋太宗，标志着北宋初期的结束。但他为北宋打下的坚实基础，使得这个朝代在随后的时间里继续发展壮大。赵匡胤死后，被追谥为太祖，庙号宋太祖。赵光义，字匡义，939年出生于河南洛阳。赵光义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，兄弟情深。赵光义自幼聪慧，深得父母和兄长的喜爱。作为赵匡胤的弟弟，他在早年就被赵匡胤委以重任，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。赵匡胤建立北宋后，赵光义被封为晋王，并任命为开封尹、枢密使等重要职务。他在这些职务上表现出色，赢得了朝野的赞誉。在处理国家事务时，他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，逐渐成为赵匡胤最信任的亲信之一。976年，赵匡胤去世，赵光义顺利继位，成为宋太宗，改元太平兴国。宋太宗即位后，他继续推行太祖时期的改革政策，重视科举制度，选拔人才，以防止权臣专权。同时，他通过安抚功臣、封赏亲信，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。在对外战争方面，宋太宗积极进行北伐，试图收复幽云16州。
979年，他亲自率军攻打北汉，成功灭亡北汉，实现了中原地区的再次统一。然而，他在与辽国的战斗中遭遇挫折，特别是在高梁河之战中，宋军大败，未能实现收复幽云16州的目标。宋太宗还积极与南方的割据势力作战，他先后讨伐南唐、吴越、后蜀、南汉等割据政权，成功统一了大部分南方地区。宋太宗在位期间，注重内政改革和经济发展，他大力推行农业改革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改善灌溉设施，促进农业生产。同时，他重视商业的发展，推动城市经济繁荣，扩大对外贸易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宋太宗继续推行太祖时期的文教政策，兴建学校和书院，鼓励学术研究，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。他提倡儒学，恢复和完善科举制度，重视人才培养，为北宋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。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宋太宗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，与辽国和西夏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关系，通过和亲、通商等方式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。这种以和为贵的外交策略，既保障了边疆的稳定，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。997年，宋太宗病重，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在病榻上传位于其子赵恒，即宋真宗。次日病逝，享年58岁。宋太宗去世后，他被谥号为太宗，庙号太宗。他的去世标志着北宋初期的结束，但他为北宋打下的坚实基础，使得这个朝代在随后的时间里继续发展壮大。宋真宗赵恒，本名赵德昌，是一位重要的治世之君。赵恒自幼聪颖过人，深受父亲赵光义的宠爱。由于他在兄弟中表现突出，宋太宗在997年将他立为太子。成为太子后的赵恒，积极参与朝政，学习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。他不仅注重治国理政的理论学习，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赵恒以仁孝闻名，关心百姓疾苦，逐渐赢得了朝臣和百姓的爱戴。998年，宋太宗去世，赵恒继位，是为宋真宗。他提倡儒学，重视科举制度，选拔优秀人才，增强了中央集权。同时，他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地方政府的廉洁高效。在农业方面，宋真宗积极兴建水利工程，推动农业发展。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改进灌溉设施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水平。在对外政策上，宋真宗通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，达成和解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。澶渊之盟的签订，既维持了北宋的边疆稳定，又为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。此举在当时和后世均获得了高度评价。宋真宗在位期间，开封地区曾经历过严重的旱灾。面对天灾，赵恒亲自进行祈雨祭天，以安抚民心。此外，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佛教和道教，建造了许多寺庙和道观，以期通过宗教手段获得上天的庇佑。1022年3月23日，宋真宗赵恒去世，享年54岁。他的去世标志着北宋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。他被谥号为真宗，庙号宋真宗，葬于永定陵。1022年，宋真宗赵恒去世，赵祯继位，是为宋仁宗。当时的赵祯年仅12岁，朝政主要由刘太后和一批资深大臣处理。尽管如此，仁宗在太后的指导下，逐渐展示出自己的治国才能，逐步掌握了政权。刘太后去世后，仁宗开始亲政，他提倡儒学，重视科举制度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，确保了官僚系统的廉洁和高效。仁宗时期，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。仁宗还注重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地方政府的廉洁高效。他推行了保甲法，通过组织基层社会的力量，维护地方治安，促进社会稳定。农业方面，仁宗推行了多项措施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改进灌溉设施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。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特别是在纺织、陶瓷、冶铁等行业。仁宗时期，北宋的城市经济也得到了繁荣发展，城市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，市场繁荣，商品种类丰富。大城市如开封、洛阳等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，吸引了大量商人和工匠。宋仁宗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。
文人辈出，文化繁荣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、词人和画家，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苏轼等。仁宗本人也非常重视文化，他提倡儒学，尊崇文教，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。在科技方面，宋朝在印刷术、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上取得了重要突破，为后来的航海和军事发展打下了基础。国内方面，农民起义和地方叛乱时有发生，给国家的稳定带来了威胁。仁宗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治理，成功平息了多次叛乱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。外部方面，北宋与辽、西夏等国家的关系时有紧张，为了维护边疆的稳定，仁宗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，通过和亲、通商等方式与周边国家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关系。同时，他也加强了边防建设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。1063年4月30日，宋仁宗赵祯去世，享年54岁。他的去世标志着北宋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。他被谥号为仁宗，庙号宋仁宗，葬于永昭陵。英宗赵曙，原名赵宗实，是北宋第5位皇帝。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传奇。赵曙出生于宋仁宗庆历3年，公元1043年，为蒲王赵允让第13子。宋仁宗早年无子，遂将赵曙接入宫中抚养，寄予厚望。然而之后，宋仁宗亲子誉王赵昕出生，赵曙被送回蒲王府。在蒲王府的日子里，赵曙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他勤奋好学，为人恭俭，颇得赞誉。但命运的转折再次降临。宋仁宗的亲子誉王赵昕早夭，之后宋仁宗一直无子。嘉佑7年，公元1062年，赵曙被立为皇子，改名赵曙。然而，被立为皇子的赵曙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惶恐和抗拒。他多次上书推辞，称自己病弱不堪大任，但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，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。嘉佑8年，公元1063年，宋仁宗驾崩，赵曙即位，是为宋英宗。但即位之初，宋英宗就身患疾病，无法亲政，由曹太后垂帘听政。这一时期，宫廷中曾传出曹太后与宋英宗不和的传闻，幸得韩琦、欧阳修等大臣从中调和，才缓和了双方的关系。病愈后的宋英宗开始亲政，他力图有所作为。在政治上，他重视官员选拔，试图整顿吏治。他强调官员的品德和才能，希望选拔出真正能为百姓谋福祉的官员。经济方面，宋英宗关注民生，减轻百姓负担。他下令清查财政，整治贪污腐败，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宋英宗也颇为重视。他鼓励学术研究，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。然而，宋英宗在位时间较短，仅4年有余。治平4年，公元1067年，宋英宗因病驾崩于福宁殿，享年36岁，庙号英宗，谥号献文肃武宣孝皇帝。宋神宗赵顼，北宋第6位皇帝，他的一生充满了雄心壮志与变革的决心。赵顼出生于庆历8年，公元1048年，自幼聪慧好学，心怀大志。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，宋神宗大胆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。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包括青苗法、免役法、军书法、市役法、农田水利法等。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给予了坚定的支持，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。宋神宗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，保守派大臣强烈反对变法，认为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，且一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，导致百姓怨声载道。然而，宋神宗并未轻言放弃，他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，不断调整和完善变法的内容。在军事方面，宋神宗也有着强烈的进取之心，他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收复失地，重振国威。西河开边就是宋神宗时期的一项重要军事成果，拓展了北宋的疆土。但在对西夏的战争中，北宋遭遇了多次失利，给宋神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宋神宗不仅关注国内的政治和军事，还积极推动文化和教育的发展。他重视人才的培养，鼓励学术研究，为北宋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然而，长期的改革和战争带来的压力，以及未能实现的理想，使得宋神宗身心俱疲。元丰8年，公元1085年，
宋神宗在忧郁中驾崩，年仅38岁，庙号神宗，谥号英文列武圣孝皇帝。宋哲宗赵煦，北宋第7位皇帝，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挑战。元丰8年1085年，神宗驾崩，年仅9岁的赵煦即位，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。在高太后主政期间，他启用了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，全面废除了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。宋哲宗虽年幼，却对这一举措心怀不满。高太后对哲宗的管教极为严格，甚至在其面前也表现得极为强势，这使得哲宗在成长过程中内心压抑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宋哲宗逐渐展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主见。元佑8年1093年，高太后去世，宋哲宗亲政。亲政后的宋哲宗立即着手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，他大力打击保守派，重新启用张敦、曾布等改革派大臣，推行免役法、保甲法等新法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的财政危机，增强了国力。在军事方面，宋哲宗也展现出了强硬的态度，他积极对西夏用兵，取得了多次胜利。元佑6年1091年，西夏入侵敷延路，宋军在延安击退西夏军。绍圣3年1096年，宋哲宗下令对西夏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，宋军多次深入西夏境内，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。特别是在平夏城之战中，宋军大败西夏军，使得西夏被迫求和。这一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北宋在西北边境的威望。宋哲宗还注重加强对官员的选拔和管理，整顿吏治，试图改善北宋的政治环境。他鼓励直言进谏，对于有才能和忠诚的官员予以重用。然而，宋哲宗的统治也并非一帆风顺，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使得北宋的内部矛盾依然尖锐。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，由于部分官员的执行不当，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。元符3年1100年正月，宋哲宗赵煦病逝，年仅25岁，在位15年。他的英年早逝给北宋的政治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也使得北宋的命运再次陷入了不确定之中。赵佶出生于元丰5年1082年农历5月5日。赵佶自幼养尊处优，在宫廷的奢华环境中成长，他展现出了非凡的艺术天赋，对书法、绘画、诗词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卓越的才华。元符3年1100年，宋哲宗病逝，由于无子，在向太后的支持下，赵佶被推上了皇位，成为北宋的第8位皇帝。徽宗在位初期，也曾试图励精图治，启用新法，但他很快便沉迷于艺术和享乐之中，将朝政交于蔡京等奸臣。蔡京等人大兴花石纲，劳民伤财，致使民怨沸腾。他们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使得北宋的政治日益腐败，社会矛盾愈发尖锐。在军事方面，宋徽宗也做出了错误的决策，他联金灭辽，企图收复燕云16州。然而，金国在灭辽后，迅速将矛头指向北宋，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。宋徽宗惊恐万分，匆忙传位于其子宋钦宗赵桓，自号太上皇，以逃避责任。靖康2年1127年，金军将宋徽宗、宋钦宗以及大量赵氏皇族、后宫妃嫔与贵卿、朝臣等共3000余人掳往北方，东京城中公司积蓄为之一空，北宋灭亡。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靖康之耻。在金国，他被囚禁于五国城，过着悲惨的生活。然而，他在囚禁期间创作了许多诗词，抒发自己的哀怨和悔恨之情。宋徽宗的一生是充满矛盾和悲剧的一生，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堪称辉煌，但作为皇帝，他的昏庸无能导致了北宋的灭亡，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宋钦宗赵桓，北宋末代皇帝，宋徽宗赵佶长子。宋徽宗在位期间，沉迷于书画艺术和奢华的生活，对国家的治理疏于用心，致使朝政腐败，民不聊生。赵桓本无心于皇位，却在宋徽宗的仓促决定下被推上了皇位。公元1125年，金兵南下，宋徽宗惊恐万分，为逃避责任，匆忙禅位于赵桓，改年号为靖康。赵桓即位之初，也曾试图重振朝纲，抵御金兵的入侵。他罢黜了蔡京等奸臣，任用李纲等主战派大臣。
李纲积极组织防御，一度击退金兵，使京城转危为安。靖康元年1126年秋，金兵再次南下，这次北宋的防御显得不堪一击。赵桓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，最终选择了求和。但金兵的野心远不止于此，他们提出了苛刻的条件，要求大量的金银财宝、马匹以及割让土地。靖康2年1127年，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、后宫妃嫔与贵卿、朝臣等3000余人被金兵掳掠北上，史称靖康之耻。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，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在金国，赵桓被迫身穿丧服，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，受尽了金人的羞辱。他在金国的日子里，身心备受摧残，精神几近崩溃，但他依然苟延残喘，怀着对故土的思念和对过去的悔恨，艰难地生存着。宋钦宗赵桓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，他在位时间短暂，却经历了北宋的灭亡和自己的被俘。他的软弱和优柔寡断，使他无法挽救北宋的危局，最终成为了历史的悲剧人物。